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每天躺床上睡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但有一些人躺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都睡不着，失眠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用2种中药泡水喝，或许能帮助到你哦。第一种是酸枣仁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酸枣仁，它有东方睡果的美称，属于中药，营养价值很高。酸枣仁可以入肝、心经，具有养肝护肝、宁心安神的功效。如果你经常睡不着觉，就可以用酸枣仁泡水喝，或能帮你缓解失眠。第二种是桂圆。桂圆是一种常见的水果，也属于中药材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桂圆中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补气养血、宁心安神等功效。用桂圆泡水喝，也可以改善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失眠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，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。还有，木子要提醒大家，失眠不能够长期依赖安眠药，食药3分毒，也会给身体带来危害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坚持运动锻炼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每天锻炼，体质还是很弱，病也没有少呢？首先，可能是你运动的不合理。合理的运动包括运动的时间、运动的方式。很多人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运动，运动时间也没有合理的安排。运动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，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当的增加。每天最好进行至少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游泳、快走、自行车等。每周5次以上才会有效果。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比运动还重要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。这件事就是补充营养。很多人只是单纯的运动，没有注意通过食物补充营养。如果营养不充足，很容易造成身体营养不良。中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营养均衡、荤素搭配，多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这样才能让体质越来越好。还有，每顿饭吃7、8分饱就行，可以少食多餐，一天多吃几顿，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。所以，相对运动来说，身体补充营养更重要。只有这运动和补充营养相互结合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好。每天这样做10分钟，补肝肾、通气血、安心神，1整年健康不用愁。动作1：端坐在垫子上，两脚脚心相对，腰背挺直，用双手抓住脚尖儿，膝盖尽量的贴向地面，然后双腿有节奏的上下摆动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这个动作有很好的疏通经络气血、排毒的效果，经常练习对身体有好处。动作2：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就是盘腿静坐，相信大家都会。那全身放松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这样静坐10分钟，有很好的静心安神的作用。坚持下去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动作3：也是坐在垫子上，将两腿向左右两侧分开，腿部伸直，脚尖回勾，然后弯下腰，用双手尽量的去抓左右脚的脚趾，这样坚持1分钟，回到原位再做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肝经和肾经，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。秋天是养生的好时候，大家不妨坚持做做上面这3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强身健体的效果。年过半百是健康的转折点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时会有3道寿命坎，若你跨过去，或许会迎来长寿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坎儿，关节病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骨骼中的钙质会逐渐流失，这时很容易使人出现骨质疏松、关节炎、风湿病等，对寿命大打折扣。所以50岁后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运动，这样关节健康，人也容易长寿。第二个坎儿，血管疾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管会老化变硬，这时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尤其50岁以后，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，对长寿有很大影响。若50岁后血管还非常健康的话，那么长寿也会跟随你。第3个坎儿，肠胃疾病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也会逐渐下降，如果再不注意饮食，很容易出现肠胃疾病，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要养护好胃部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多注意补充营养，肠胃健康，人才能长寿。
所以当然过了50岁后，一定要多注意保养自己，多补充营养，适量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一个良好的心态，有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男女这个地方颜色越深，说明血管堵得越严重，要引起重视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舌头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的舌头应该是粉色，没有异常斑点的。但如果舌头上出现瘀斑或者是呈暗紫色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管淤血导致血液中的含氧量逐渐降低所引起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同时还有心慌气短、失眠多梦、头晕、头痛等症状，可能就暗示你血管堵塞了。而且舌头的颜色越深，也就可能血管堵得越厉害。如果再不注意，很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，如果发现舌头颜色变深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平时想要预防血管堵塞，也要注意饮食，以清淡为主，戒烟戒酒，没事多运动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男性在同房前都要洗一个澡，而有些人在同房后也会洗澡。那么男人结束后多长时间洗澡比较好呢？如果同房后立即洗澡，很可能会给心脏加重负担，引起心慌、胸闷、气喘等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等心情平复，身上的汗褪去了，这时再洗澡会更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点需要注意：事后抽烟。很多人在事后会点一根烟来抽，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，让精神状态更好，却不知道同房后大脑是处于兴奋状态的，身上的血液循环和心跳也比较快。这时如果吸烟，对身体的刺激和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，事后马上上厕所。很多男性在结束后会马上去小便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很容易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建议男性朋友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厕所会比较好。常喝黄芪水，防病保健康，也就是说用黄芪泡水喝也有很不错的保健效果。那黄芪的药用价值很大，而且它的功效也不少。男人过了45岁，如果能将黄芪搭配山楂一起用，3个好处可能会悄悄找上你哦。第一，血管疏通了。当人到中年以后，血管会老化，渐渐的失去弹性。如果男性朋友平时多喝一些黄芪水，能够加速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形成。第二，血压稳定了。山楂不仅可以健脾开胃，还有很好的降血脂和血压的作用。和黄芪一起搭配泡水喝，效果会更好哦。那45岁以后的男人可以试一试。第三，活血补血。气血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经常用山楂和黄芪泡水喝，是能够推动人体血液循环的，具有很好的活血补血的作用。不过，虽然黄芪和山楂很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使用的。那黄芪啊，属于温补的中药材，阴虚和湿热的人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。而且每次最好食用量控制在16克左右为好。男人的这3个行为最伤前列腺健康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一个，经常喝饮料。很多男性不喜欢喝水，喜欢用饮料代替，尤其喜欢喝凉饮料。如果长期喝饮料的话，对前列腺的伤害是很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。第二个，久坐不动。很多男性因为工作的原因，要长时间的在电脑前面，这样就养成了久坐不动的习惯。男性朋友如果久坐不动，会压迫前列腺，使前列腺出现充血发炎的情况，对前列腺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男性朋友要避免久坐不动，经常起来活动活动，对健康有帮助。第三个，抽烟喝酒。大部分男性喜欢用抽烟喝酒的方式来释放压力，烟酒中含有的有害物质比较多，如果长期的抽烟喝酒，会影响到前列腺的健康，使人出现前列腺疾病，所以大家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上面这3个伤害前列腺的行为，希望你都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尽量改正。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心情保持放松，多运动，注意卫生，这样可以帮助养护前列腺。对于男性朋友来说，引体向上是一项强壮胸肌的好运动，只是有些人做的不够标准，所以呢也达不到效果。
正确的引体向上姿势呢，应该是双手完全握住栏杆，两手间的距离和肩同宽，手臂伸直，将身体挂住，然后慢慢匀速的将胸部提到栏杆处，下巴要提到栏杆以上，然后呢，再将身体放到最初的位置。注意做的时候身体不要摇摆。男性朋友每天可以花3分钟时间做50个。经常练习可以锻炼肩部，增强臂膀的力量和腰部的力量，能够帮你塑造好的胸肌和身形，让你更有男人味儿。除此之外，人的心肺功能也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。那做引体向上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很多人呢会感觉到手臂酸痛，所以大家不要一次贪多，可以从30个开始做，慢慢的增加次数。如果感觉做不到，那也不要勉强，以免拉伤肌肉。若你能够做到50个，也算你厉害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